爱宝正蹲在独木桥上拉青团，瑞宝这时恰巧走了过来。瑞宝闻到爱宝青团气味后跑上前，而下一秒，爱宝的第二个青团就掉落在了瑞宝的头上，给瑞宝的脑门砸了个正正好好。瑞宝深受青团上散发出的竹子气味吸引，不一会儿，辉宝也好奇地凑了过来，姐妹俩一惊一乍的给正在铲青团的爱宝都整不会了。早上姨姨来看瑞宝辉宝，爱宝的竹子都被姐妹俩弄到小滑梯下面了。爱宝伸手去将滑梯下面的竹子够了上来，而辉宝和瑞宝姐妹俩就在爱宝眼前玩耍。辉宝凑到妈妈的竹子前，咬了一口妈妈的竹子，而瑞宝则在独木桥上转来转去，自己玩耍着。一会儿，姐妹俩到点下班了，江爷爷来到了园区，开始收拾刚才爱宝吃剩的竹子。辉宝调皮的给爷爷增加着运动量，而瑞宝此时表示：“妹妹别闹了，你这样会显得我很呆。”一会儿，瑞宝也跑了过去，跟爷爷一起玩耍。江爷爷一边收拾着竹子，一边躲避着姐妹俩的攻击。江爷爷收拾好一捧竹子后，先行离开，一会儿再来收拾剩下的。而辉宝看到爷爷离开，立马跟在爷爷屁股后面追了上去。一会儿，江爷爷回来，给乖乖的瑞宝清理了一下身子，然后给瑞宝抱到了小亭子上。很快，爱宝便来到了园区。此时，瑞宝看到妈妈来了，瞪大了眼睛。不过，辉宝这里的情绪更大，看到妈妈来了，在小亭子上蹦来蹦去的，像是要挑战妈妈的权威。爱宝一看辉宝这是又犯病了，转头离开，根本不想搭理辉宝。离开小亭子，去到了小木床玩耍。但辉宝是又怂又爱玩的性格，看到妈妈离开，却又追了过去。由于过于激动，走到一半，还不小心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现在的宋爷爷和江爷爷给姨姨们产生了一种跟爱宝相互接替营业的感觉。爱宝走爷爷来，爷爷走爱宝来。早上姨姨来到园区，此时还是爱宝负责带孩子。爱宝看到瑞宝在没有自己允许的情况下爬到了福宝姐姐的独木桥上，爱宝为了瑞宝的安全走上前，来到独木桥前给瑞宝抱了下来。但瑞宝不想下去，想要继续玩，不断反抗着妈妈。但瑞宝的力气现在还小，给瑞宝抱下来后，并嘱咐道让瑞宝不要调皮，在园区要注意安全。这时江爷爷在通道门口喊道，表示爱宝可以回家休息了。但爱宝不放心瑞宝，于是打算给瑞宝一起带回去。爱宝像是踢皮球一样给瑞宝放在地上踢着走，而瑞宝并不听劝，要么不走，要么抓住机会转头就跑。爱宝看着瑞宝逃离的背影，叹息道：“这个逆子。”无奈爱宝这下不想管了，于是便自己回了家。爱宝刚离开，江爷爷便走了进来，来接替爱宝。江爷爷悄悄来到正在独自玩耍的瑞宝面前，摸了一下瑞宝的小耳朵，然后摆手让瑞宝跟上。瑞宝看到爷爷来了，立马乐颠颠的跟了上去。爷爷给瑞宝抱到了小木床上后，去找辉宝。此时的辉宝躲在了小木床的后面，和爷爷玩起了躲猫猫。将爷爷给姐妹俩都找到后，开始收拾园区，将爷爷拿来工具对爱宝的青团进行清理，而姐妹俩就这样跟在爷爷屁股后面。一会儿，爷爷给姐妹俩放到了小亭子上，这一下姐妹俩安稳了，在小亭子上玩了一会儿就睡着了。姐妹俩睡觉时贴在一起，形状像是一个爱心。将爷爷凑上前查看，这温馨的画面给爷爷暖坏了。爷爷将一半爱心抱起，先给起放回了家。而此时的室外园区，宋爷爷正在为福宝的小亮台进行调整，因为之前福宝上树时总是卡住，这次宋爷爷给小亮台重新调整了一下位置，现在福宝在攀爬时明显丝滑了许多。中午，辉宝和爱宝一起躺在小亭子上睡着午觉。爱宝现在渐渐的不喜欢在滑梯上睡了，空间太小，没有小亭子上宽敞睡的舒服。不知辉宝是不是嫌妈妈背后沾的青团有气味，小手还捂着小鼻子。殊不知这个青团本就是辉宝自己的，而辉宝和妈妈在小亭子上睡觉，这可便宜瑞宝了。瑞宝独享小滑梯平台，睡得很是惬意，而爱宝这里睡着睡着，从屁股后面掉了几颗青团下来，而瑞宝这里的睡觉姿势则是越来越抽象。爱宝和辉宝睡着睡着也给自己换了个姿势，爱宝一屁股给刚才的青团全坐在了身下。早上时，瑞宝和辉宝在小树上玩耍，瑞宝此时爬到了高高的树顶，辉宝此时正在树下辗转。当辉宝想要爬上树时，瑞宝在树顶挡住了辉宝的去路。瑞宝不想让辉宝爬上去，瑞宝给辉宝从小树上推了下去。姐妹俩中午营业完后，福宝来到了园区。福宝在园区仔细嗅着妈妈和妹妹的气味，或许福宝能够通过他们的气味，以此来知道他们刚才都在园区里干了什么。福宝兜兜转转来到了饮水盆前，撅起屁股给饮水盆做起了标记。福宝总是这般出乎人的意料，谁也猜不到福宝下一步的小心思。
这也是福宝很受姨姨们喜爱的原因之一，总是古灵精怪、可可爱爱的。最近姨姨们都在看瑞宝和辉宝，而乐宝则感觉自己的粉丝粘性越来越差了。乐宝为了吸引姨姨们，又对园区的观景竹下手了，求此刻观景竹的心理阴影面积。乐宝选好竹子后，一下就给竹子压倒了，然后便抱着竹子开啃。乐宝一边啃竹子，一边还不忘观察其他竹子。乐宝抱着观景竹，对其用力一咬，竹子就折断了。乐宝坐在地上开心的吃着。乐宝吃完，感觉一根还不够。乐宝再次站起身，继续在观景竹找寻。乐宝来到通道门口前，又盯上了一根新的竹子，给姨姨们演绎了一下现吃现摘。而乐宝眼前的这根竹子明显已经枯萎了，乐宝对其也没有了要吃它的欲望，于是便松手离开。今天爱宝乐园依旧是大雪纷飞，不过这仍然阻挡不了姨姨们去看福宝的心。姨姨迈着欢快的步伐飞速前行。姨姨到达园区后，此时爱宝和瑞宝正在小滑梯上玩耍。爱宝有点没睡醒的样子，状态有点朦胧，而瑞宝已经开始整活了，差点给自己从小亭子上摔下去。爱宝看到后，立马用手给瑞宝救了上来。瑞宝这个不省心的模样，关键时候还得爱宝来。瑞宝上来后又想去爬树，爱宝不让爬，怕瑞宝掉下去，于是爱宝便用手挡着瑞宝，让瑞宝乖乖在小滑梯上玩，不要乱爬。而这时辉宝也爬了上来，姐妹俩凑在一块儿，爱宝根本顾不过来。一会儿辉宝跑了，瑞宝又爬了过来，给爱宝看得晕头转向了。最后爱宝抱着瑞宝的小脑袋直接躺了下来，这一下爱宝不晕了，该换瑞宝晕了。瑞宝为了给自己挣脱开，自己从小滑梯上滑了下来，滑到一半还给自己摔了下去。此时爱宝也在小滑梯上坐累了，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辉宝此时从爱宝眼前路过，爱宝从小滑梯上下来，来到了饮水盆前喝水。辉宝看到妈妈在喝水后，感觉自己也渴了，凑上前和妈妈一起喝水。而此时的福宝依旧是在园区散着步，虽然爷爷为福宝特意制作了小亮台，但是姨姨这次来的有点晚了，福宝已经在小亮台上吃完竹子了，没有再看到福宝在小亮台上的样子。爱宝今天来到园区后，准备从独木桥上去小木床，而瑞宝却正在独木桥上挡着道。爱宝给瑞宝叼到独木桥上，让瑞宝快点爬，但此时的瑞宝在独木桥上站都站不稳，更别说要爬了，可能瑞宝一松手就会掉下去。但爱宝没有过多的去帮忙，而是想让瑞宝通过自己的努力爬上来，就算失败了也不要紧，至少自己曾拼尽全力努力过。虽然此时爱宝一家过得像是童话世界，但依旧是在现实，而结果就是瑞宝最后没有爬上独木桥，而是摔了下去。爱宝对瑞宝说，这样已经很棒了。陪完瑞宝后，爱宝来到辉宝身边陪辉宝，姐妹两个谁也不能落下。爱宝侧身躺下，将辉宝搂在怀里，爱宝感觉这样不够，索性直接翻身将辉宝放在了自己身上。就在爱宝在小滑梯上和辉宝玩耍时，瑞宝溜到了通道门口的南天竹前，抱着南天竹磨起了牙。一会儿，爱宝顶着一头黄色物体来到了辉宝身边，想必这黄色的物体应该是辉宝头顶的青团吧。爱宝走到瑞宝身边，教育瑞宝不要破坏家里的小树。爱宝表示自己再也不想看到园区变成黄土高坡的样子了。姨姨再一次排队回来时，便到了姐妹俩的下班时间。将爷爷来到园区，遇到瑞宝和辉宝正在排队过独木桥，姐妹俩一前一后，样子怪可爱的。姐妹俩这小屁股扭得还挺同步的。一会儿，将爷爷给爱宝没吃完的竹子扛走，而此时辉宝紧跟在爷爷的屁股后面，迈着欢快的小步伐，一点一点的向爷爷跑去。不过，就算辉宝已经迈出了自己最快的步伐，但当到达爷爷的门口时，将爷爷已经放好竹子了。爷爷挑逗了一下辉宝，辉宝又屁颠屁颠的跟着爷爷跑了回去。将爷爷一边收拾竹子，一边给瑞宝和辉宝姐妹俩逗得团团转。姐妹俩被爷爷耍来耍去的也不好受，凑在一起计划了一番，决定给爷爷冷暴力。但计划还没开始实施，将爷爷就分两次给瑞宝和辉宝抱了回去。